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技详谈 Rolling Tech，This is True。今天我们主要会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关于 ChatGPT 最近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更新，叫5.4的一个版本，还有就是我对于当前订阅 AI 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选择。我觉得必须老实讲的东西是，我发现到这一个选择呢，它真的是在现在每2个月会变一次。就是现在我看到很多订阅哦，他们都会鼓励你去订阅一年，然后一年它就会给你一个比较优惠的价格。但是我就发现到所有订阅一年哦，都让我非常后悔，因为这个 AI 时代真的是变化非常非常的快，真的是2个月又有一个更加好用、更加新的一个模型，或者是更加好用的一个工具呢，是更值得我们去订阅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其实反而会建议你是用月费的方式，就是每一个月持续的订阅，这样子你才能够保持那个灵活性，能够不断的去变化更好的一个选择。但是在正式开始之前呢，我想先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昨天晚上去参加了一个蛮特别的一个活动。那它就是在省人班那里呢，其中一个发展商呢，他就是举办了这样子的一个新春活动。那简单来讲，他会举办这个活动呢，是因为他想要推广那里的一个房地产嘛，可能对大家来讲，那个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地方，或者是一个完全自己开发出来的地方，所以还很新，所以他想让大家对这个地方有一个好的印象，同时间也想让大家能够真正的认识这个地方。所以他做了什么呢？就是他就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新春年会，就是里面有做了很多活动啊，比如说像元宵节的一些活动啊，然后让大家能够去体验啊，然后同时间又做了一场演唱会，就是把所有的马来西亚最特别的这些新年歌手呢，全部都请到这里来，然后去表演给大家。那既然是有明星来，既然是有网红来，就自然会有很多很多的人愿意来。而且更重要的呢，是这个活动是完全免费的，也就是讲，它是你免费，然后你来这里过后呢，就会看到所有的明星，所以你就会看到一个非常热闹的一个景象，就是因为是免费的嘛，大家就会吃饱后会来，或者是很多人甚至是很早就来了，所以他就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这里的风景，觉得很美啊，然后或者是他就会去看这里的房地产啊，那季节就能够带起来这边的房地产的一些认知度跟它的整个 branding 能够做起来了，所以我觉得它的整个概念是蛮好的，但是呢，那个体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糟糕。但是我觉得糟糕，并不是说他们举办方准备的不好，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主办方感觉是蛮有想法的。但是比较可惜的东西是，我觉得他可能没有预算到原来会有这么多人来。我不确定这个是因为经验的问题，或者是他真的没有想到原来可以这么火，或者是他今年请到的明星特别多了之后会变得这么火。但是呢，我在去的昨天的这一个活动里面呢，就发现到一个很大的一个状况，就是感觉他们是没有办法应付那么多一下子来的这么大量的一个流量的。所以我就发现到这个时候呢，就是开始整个体验会变得很糟糕。首先第一个东西当然是你的车会停得非常的远啦，因为它就是一个很大的地方，然后又有这么多人嘛，那你停车有的停车位一定会去到很远很远，所以我们其实是从很远很远这样子走进去的。那走进去之后，当然你就不想再出去了吧。而这个时候我就发现到我想要吃晚餐，但是呢还没有正规的晚餐，它基本上就是只有一些摊位，摊位可能就卖这炸物啊、零食啊。饮料啊，或者 waffle 啊这样子的一些选择，所以实际上也没有正式的一个晚餐。但是呢，不管你要做什么啦，不管你是要买食物，不管你是要上厕所，或者不管你要做什么事情，不管你要排队看什么东西，全部都是排满人的，因为真的是太多人了，然后免费嘛，所以那个体验就非常非常的糟糕。所以呢，当时我们又非常非常的饿，就是我们做错了一个决定，是我们没有先吃晚餐就过去，我们选择了过去，然后进去里面之后才发现到需要找晚餐，然后肚子又很饿，然后这个时候又开始排队，所以最后呢，我整个活动我最记得，或者是我做的最久的事情呢，就是排队，就是为了排队买一个食物，我就已经花了1个小时半的时间在排队。然后我们在排队，就是那个队伍非常的长，然后非常的缓慢，然后你可以想象到后面的时候呢，就会有开始很多人开始抱怨，因为他的模式是，他又不告诉你需要等多久，他自己也没有办法预测等多久，所以他就是让你不断的排，然后不断的去付钱。所以呢，当你好不容易排了很长的队之后，终于到你付钱之后，你以为这一切结束了，其实才刚开始，因为你付钱之后呢，还有前面的一堆人都还没有拿到食物，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花更长的时间去等。到后面很多人可能比如说他的食物来了一半，那他就觉得自己吃饱了，不想再吃了。包括我们也是有这个情况，我就觉得诶，后面的食物其实可以不用再来了，因为我不想再吃了，但是我又不能退款，那我就只能强制去等，或者是我就直接送他这个钱，我就只有这2个选择。那如果我强制去等呢，我又实际上在花了我更长的时间，所以最后整个东西下来，我大概花了前面的差不多1个小时才终于排到我，后面又再花了差不多半小时到1小时的时间才终于拿到我的食物。所以呢，在这过程中又不断的听到，诶，现在到了哪一个歌手上台开始去唱歌，所以基本上
大概一半以上想看的歌手都没有看到，因为都是在旁边听他唱歌，然后我都在这个排队里面。但排到一半的时候，你又很不甘愿，就是这个时候要离开，所以他就形成一个这样子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了。然后当然这种时候呢，如果又会遇到一些情况，比如说下单下错，或者是可能其中的一些食物呢，可能是忘记出，或者是出了数据错了，所以就会引起其他没有拿到或者是迟拿到的人会的不满，所以就有很多的人开始跟商家有了一些争执。那商家其实也很辛苦，你可以看到他们就是从天黑之前就一路做到，我相信是整个演唱会结束都不能停啊，所以他们也很辛苦。那当然，他们也会觉得，为什么这些人这么的麻烦？所以他们也当然也会有不满的情绪，所以就可以看到这个过程中，其实大家都很辛苦了。那当然，我觉得这个东西它会让我自己是一个比较的一个心态，就是因为我看到了这些人那么辛苦，我就反而会比较珍惜我现在有的一切，然后我就是乖乖的在那里等啊。但是我就回过头来，等到活动结束过后，我就开始思考，这样我到底这个晚上到底做了什么？我就发现到，就只是在排队，好像真的也没做什么，就也没能做什么，所以从头到尾就是去看了，有这样一个好的地方，然后稍微晃了一下，大概知道整个场地是在做什么之后呢，我就开始一路排队到整个活动结束，就是最后等到终于买到了食物呢，吃了一下过后也觉得没什么心情了，或者是出场的阵容好像也出场的差不多了，所以我就提早离开了。所以实际上真的只是为了去那里排队买食物，而且也不是很好吃、很顶级的食物，但是就花了我1个小时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一个星期蛮特别的一个经验。那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主题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了 ChatGPT 5.4最新的一个发布。那这个5.4具体到底发布了什么东西呢？最主要是它更新了一个新的模型。那基本上现在有3个模型是比较新的，第一个是它前几天才更新的，叫做5.3 Instant，然后再来是这一次更新的5.4 Thinking 和5.4 Pro。那这一次最不同的东西就是我刚才有提到的，它真的是几天前才刚发布，也就是讲它在1个星期里面同时迭代了2个版本，一个版本加快了它的一些可能我觉得比较像是5.2的一些修正，然后再来再直接再出了一个更强的一个版本是5.4。那5.4的比较大的重点呢，是它让整个模型呢变得比较平衡，就是它不再像之前一样对于某些事情做得很好，但是对于某些事情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短板，或者是有非常大的一个缺陷，所以它这次是算是把它做的比较综合、比较平衡，就是它在加强了它的一些电脑使用能力，或者是它的一些 coding 的能力的时候呢，同时间也让它的其他的一些工作的能力呢，也不会因为这一次的这样子的一个更新呢，变得有一个非常重大的缺陷。那这个 ChatGPT 5.4呢 ，OpenAI 宣称它是第一个能够原生去使用电脑操作能力的一个 AI 模型，也就是说，这一个模型呢是真正能够开始去做 AI agent 在做的事情了。所以其实你就会看到，我们去年在讲 AI agent，在今年呢已经不断的有落地的方向，而且基本上现在似乎每一个模型都在往这个方向去前进。当然，前进的最快的是 Claude 嘛，但是像 OpenAI 这次也跟上了。那同时间，它也推出了一些比较小的功能，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首先呢，第一个是叫做 ChatGPT for Excel 或者是 ChatGPT for PowerPoint。那概念上呢，就是在 Microsoft 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文档啊，或者是 Excel 的这些使用能力里面呢，现在是可以再直接安装一个 ChatGPT 的助手。那其实这一个我觉得最特别的东西就是，其实 Claude 呢在之前也是出了这一个功能，就是 Claude for Excel，所以 ChatGPT 算是一个要马上追上对手的感觉，就是因为不管怎么样 ，Microsoft 都是它一个最大的一个股东，同时间也是它最密切的合作伙伴嘛，怎么可能让 Claude 捷足先登呢？所以它必须得跟上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它比较是往这个方向，同时间也印证了 ChatGPT 现在开始的能力呢，更加偏向是能够去帮你去使用 Excel 这一个能力，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方向。那再来第二个呢，是它有一个蛮特别的功能，是目前为止在其他的模型没有看到的，就是它能够打断对话。那概念上就是你在下了一段指令之后呢，他就会开始去思考吧。那在思考的回答的中间呢，通常会有一段等待的时间。具体是当然是看你的难度，或者是你要他使用的那个思考的时间是多长嘛。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个蛮好用的功能是，你可以在这个时候去追加你那些提示词，或者去修改某一些部分，你可以直接继续的跟他聊天。所以比如说我下了一个提示词过后，我发现到，我少讲了，可能要注意这个东西，我就可以赶快去补。你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你也要注意这个东西。所以当我按 Enter 之后呢，它会进入它的本来的思考链里面去，从时间去听到你这个更新的一个声音去做修改，才把那个答案给你。也就是说，你不用浪费时间在以前我的做法就是，我发现它不对之后呢，我又得
让它停止运算，然后我就修改了我的整个提示词过后再重新开始发送，然后这整个过程要等，然后可能我之前写的文字会不见掉，我需要重新的写过，但是这个呢就在体验上面会变得更好，就是没有刚刚的这些问题，会直接的能够看到你追加的一些提示词，去跟它一起去做处理，然后最后给你更好的一个答案。那如果对这次的这个新模型做一个非常简短的评论呢，那就是它其实这一次大家说最好的地方就是这个5.3的这个 Instant 模式真的是非常的快，然后回答的质量其实也比他们想象中更好，所以这个是目前为止很多人觉得5.3算是一个蛮好用的一个模型。那至于这个5.4的 Thinking 和5.4的 Pro 呢，更加多的体现反而是在 Coding 或者是 AI Agent 这一部分，那基本上在日常的那个 chat 的界面中呢，去使用或者是有明显感到变好的这一个的评论非常的少，这个是大家普遍对它的一个认知。也就是说呢，你会发现到这一次的重点更新呢，其实并不在 ChatGPT 的这个原生的 App 上面，更加多的是在你能够去调用 ChatGPT API 的一些模型的一些地方，包括说他们自己有的一个 coding 软体叫做 Codex， 或者是你有一些其他的第三方软体是能够去使用 ChatGPT 5.4的，这个时候你才比较能够感知到它的不同。实际上，如果你是在 Chat 的 App 里面呢，可能你能够感知到那个是比较微小的，可能5.3还会让你感觉更好更快。但是5.4呢，基本上是比较能够感觉到他们的一些答案的一些差别，这个是大家对它的简体的一些评测。那至于和其他模型的对比呢，其实 ChatGPT 有发布一个图，就是它的这个模型是已经吊打所有的对手，或者是都已经超越了其他对手，在各种各样的一些评分榜上面了。但是呢，实际使用中，当然我们还是知道是不能的，所以其实很多人比较出来过后呢，在 coding 这个部分呢，它肯定还是距离 Claude 的 Opus 最强的这个 Opus 4.6呢，肯定还是有一些差距的。但是算是把这个差距给缩小了，所以这是目前 ChatGPT 的一个状态。那再来是使用电脑这个能力呢，肯定也不是没有 Opus 更强的。实际上，我现在每天用的最多的就是 Claude 在帮我使用电脑的这个能力，所以我非常的清楚 Claude 在这个地方的强大的程度。那 ChatGPT 的这个定位，我觉得更加是像说把这一个差距给缩小了，同时间呢，它可能是相对于 Opus 来说，可能是稍微便宜一点点的这个版本，所以会让更多人愿意，可能我不需要这么厉害的一个模型的时候，我有另外一个选择，或者是能够用到比较便宜的一个选择，所以我感觉到目前为止是这一个方向。那至于在多模态的部分，也就是去理解图片啊、理解文字的这个部分呢，还是有一些人有一些吐槽，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呢，肯定还是输给 Gemini 的，毕竟 Gemini 的这一个训练呢是原生的多模态，同时间呢 Gemini 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在于它有整个 YouTube 的所有的资料源，这一个是 ChatGPT 怎样的无法超越的，所以在多模态的部分呢 ，Gemini 依旧是遥遥领先，或者是 Gemini 依旧是所有模型里面的第一名，这个是没办法被超越的。所以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更新呢，你就会发现到，其实对于普通的人来说，可能这个影响真的是没有很大，或者是它也没有一个很突出的一个让人家惊艳的一个地方。我觉得目前的 ChatGPT 的更新已经没有了这个东西，所以它感觉已经回到了以前 Google Gemini 那个时候，就是不管 Gemini 那时候更新了什么样的功能，对大家来说都是还好而已，因为 ChatGPT 当时候的更新呢是更加的让人家惊艳，每次都有一个更加创新的功能，或者是更加让人没有想到、让人家震撼的一个使用场景，是能够让大家去使用的。但是目前为止呢，ChatGPT 也变成这一个方向，就是它不管怎么做，它只是在拉近距离，但其实它并没有超越现在最顶尖，在某些地方让人家震惊的，比如说 Claude 在使用电脑和做 coding 的部分，或者是 Gemini 在原生多模态的这个部分，所以就会感觉到，其实 ChatGPT 只是在缩小差距，或者是它只是重回了第一梯队的这一个 level， 但是它并没有真正的做出什么让人家非常惊艳的东西，这是我整体的一个感觉啦。所以尤其是如果你是使用原生 APP， 其实你更加的感觉不到。所以呢，其实我的思考就是觉得，其实现在原生 APP 的这个订阅的方向呢，已经有所改变了。就是我不再跟以前一样，是会去追求原生 APP 上面我一定要订阅到全部的东西。实际上，我觉得现在更适合订阅的是一些第三方的软体，因为这些第三方的这些工具呢，他们有一些特色，就是它能够针对你的某一个工作场景去优化。比如说，像我是要管理我公司的资料，或者是我需要写很大量的这些文案，或者是我需要去写很多跟公司沟通的一些资讯，这个时候我会觉得 Notion 这样子的工具会更好，所以你就会发现到这样子的一些第三方软体呢，是在这个时代其实可能开始更加吃香了。我觉得现在开始这些使用 AI 去做的一些应用呢，反而是更加有机会的。当然，这些模型的原厂还是能够做到更加多的创举，但是它必须是在
应用这个部分，它必须真正的提出来，在某一种具体的使用场景下面呢，用它的这个模型或者是它的这个功能是非常非常强的。这个就是 Claude 目前为止让我非常震撼的地方，它的 Code Word 的功能还有它的 Claude Code 的功能呢，基本上已经是全世界公认最好的一个使用的一个工具。所以这个就是当它在一个应用能够做到非常突出的时候呢，就能够掩盖它的模型上面的不足，大家都会专注在有更好的东西去应用。而且呢，其实它的收费，或者是因为它是根据应用去收费，它是根据你的使用量去收费，所以其实你能够获得的那个收益是更好的。对于这些 AI 模型公司来说，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原神 APP 上面一些比较多的一些限制。那我首先来提几个。首先呢，第一个东西就是关于先后顺序的问题，就是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就是当你的这个模型训练好之后呢，你一定是想要卖更多的钱嘛。那这个时候呢，API 会是一个更好的方式，因为 API 呢是能够让其他的第三方工具，包括我刚刚提到的 Notion 或者是可能 Perplexity 这些不同的公司呢，都能够去串接你的这个模型，然后他们是根据使用量去付你钱的。也就是说，他今年如果很多人用他的这个模型，他就需要付你更多的钱。但在这个时候下面呢，你才能够真正的获得更高的利润。所以呢，你一定会做的东西就是第一时间你会开放 API， 或者是开放给第三方软体去使用，甚至可能快过你的原生 APP。也就是说，你原生 APP 可能还没有开放，你就先开放了 API。其实 ChatGPT 这一次也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反而你是订阅原生的这个 ChatGPT Chat 的话呢，反而你可能是第二梯队才拿到的哦。这是第一个，我觉得原生 APP 目前为止非常大的一个限制。同时间呢，也刚刚提到那个，今天你的这一个原生 APP 呢，你是用的东西是吃到饱的这个方案，也就是说，我订阅了这个模型，我一个月就是给$20，那我就是不断的去使用，除非他有帮我做出了一些限制，那你是不可能再付多他更多的钱的。但是如果是刚刚那个使用量的方式呢，你是很容易就付出比你想要付出更多的一些钱，因为你不断的想要使用这个模型，你不断的需要使用更多的这个算力的时候呢，你就会不断的付出更多的钱。所以这个时候呢，对于盈利上，这些 AI 公司必须做的东西就是它必须优先给这些 API， 这是正常的，因为那里的钱比较多，那你给的利润也比较高，那你吃到饱的肯定是排在第二个梯队的，就是优先顺序。今天假设 data center 不够的时候呢，或者是运算资源不够的时候，或者是可能最近他们的公司一下子没有办法接受这么大量的人去使用，比如说他模型推得非常厉害的时候，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就是全世界都会转过来去使用这个模型。当他无法接受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负荷的时候呢，那第一时间肯定是会给这些 API， 就是有在花钱去运算更多的这些公司呢，是优先使用到这个模型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订阅原生的 APP 反而变成一种劣势，就是你是排在第二名的，你是必须等到大家这些 API 使用之后呢，有多余的运算才会分配给你。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就会变成是很多的原生 APP 会突然发现到他们会有降质的表现，或者是它的整个运算的时间变得更久，或者是需要等待更长的时间，或者是一天能够使用的那个 limit 会非常多。所以这个是反而订阅原生 APP， 我觉得目前为止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当然，它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当然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模型厂商，它没有办法把每一个应用的如此的针对你需要的这个场景去做嘛，它只能够提供一个大家都通用的一些普世的一些功能，或者是一些基本的一些功能。所以对我来讲，最主要的一些限制就是第一个是你的上下文限制，也就是说现在呢，因为它看不见我跟其他一些软体的一些资料，基本上现在都是使用 MCP 或者是 connectors 的方式去做连接嘛。那这个时候呢 ，ChatGPT 又是相对于 Claude 来说，或者相对 Perplexity 来说，它能够接到的这些接口又算是非常的少，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就会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时候它看不到你的这些功能。之前有提到，就 ChatGPT 已经开始在抢先一步跟 Canva 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 App 呢去做一个原生的绑定。但是我这样子看下来一圈之后，又发现到其实这些公司也不只是想给 ChatGPT 罢了，他们同时间也接上了 Claude， 也接上了其他的家的模型。所以这个时候呢，它本来这个优势反而变得没有这么的明显了。所以这个也是使得一个原生 APP 又另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限制，就是在于你到底能够串接多少个不同的第三方软体。因为如果你不能够串接，那你每次做任务的时候，你就必须把资料喂给这个 AI。但是喂给资料 AI 呢，又有一个限制，就是你可能一下子想 upload 太多个文件的时候，它会阻止你。所以但实际上它没有办法看完你所有的文件再给你答案的话呢，
那它的答案一定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所以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就是那个使用界面的非常的不友善，就是我必须不断的把东西 copy paste 过来，把东西从某一个地方搬运过来，我一直在做这样子的搬运的动作，我才能够好好的聊一个天，获得一个我觉得质量算好的一个答案。但是呢，如果我今天使用第三方的软体呢，很可能就会有完全不同的使用方法。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 Cowork 呢，它的模式是它会去看你电脑上面的某一个 folder 里面的所有文件，也就是说我今天把所有的资料都放在同一个 folder 之后呢，我也没有任何的数量的限制，我可以 upload 几百个文件在里面，然后他就自己去打开，看完所有文件开始去做执行，去做任务，最后给我答案。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差别，就是今天 Claude 呢不只是推出一个模型，同时间它还推出了一个这样子非常适合去，比如说 coding 或者非常适合去做任务的这样子的一些界面，这样子的一些功能。这个时候 Cowork 这个能力呢就会变得非常的可怕，也是为什么我会不断的提到它。或者是也是我会觉得目前是原生 APP 最大的这些问题，就是它少了很多这样子有一些特定场景的一些功能去使用。所以这个就是我目前为止对 ChatGPT 5.4更新的一个看法，还有我对于目前为止原生 APP 的一些想法，以及是我觉得订阅的一些方向。所以最后呢，我来分享一下，就是关于我现在的一个订阅选择，我会怎么去选。那我会分成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如果你今天的预算就只会订阅一个工具的话，我会订阅哪一个？那第二个方向是，如果我的订阅工具是2个或者以上的话，我会订阅什么？那如果你今天因为预算的限制，你就是只能够订阅一个的话呢？首选的 APP 呢，我觉得你必须只能够订阅原生的 APP， 因为原生的 APP 的模型还是有一些特别的功能。但是这个原生的 APP 呢，我觉得它不能只是原生的 APP， 而是它有一些延伸性的功能是非常好用的。当然，第一个我首推的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Claude 嘛，但是 Claude 我觉得它又更加针对是，如果你今天只是想要它去帮你完成工作，那 Claude 会非常的适合，因为你在自己的订阅里面，你就获得了一些 Chat 的一些能力，你还是能够做所有跟 ChatGPT 上面一样的事情，同时间呢，你也能够让它去搜索资料，这些东西它都一样能够做得到，但是它就是没有图片模型生成的这个部分，这个是图片生成它是完全没有的。但是呢，它换来的东西是它拥有的这个能力是能够帮你去完成任务，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Cowork 这个功能，能够去帮你完成你很多的一些工作，所以我会觉得 Claude 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再来另外一个呢，更加大众适合的其实是 Gemini， 就是如果你今天只能够订阅一个的话，其实 Gemini 还是最好的选择。这当然是因为 Gemini 是不管你是要问他基本的问题，帮他上网搜寻资料，或者是图片生成、影片生成，它都已经全部包括在里面。更加强的东西是它对于 Google 的其他的一些产品的一些延伸，比如说你写 email， 甚至是 Google Map， 同时甚至是 Google Drive 有送一些容量的一些赠送，甚至是它还送你的，比如说像是 Notebook LM 的这一个订阅，所以你就发现到你只是订阅了一个原生的 APP， 但其实你订阅的是很多不同的功能，很多不同的额外的一些东西，当它们加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这一个是非常值得的。但这些东西都是 ChatGPT 没有的。ChatGPT 每一个东西其实都做得蛮不错的，你要它有生成，你要它有各种的功能，其实它都有。但是呢，它就是没有其他的一些 Google 有的一些最强的优势，它肯定是没有的嘛。那 Notebook LM 这样的工具它也没有。那像 Claude 这样子的一些非常具体的 Cowork 的一些能够帮助你完成工作的场景呢，目前 ChatGPT 也没有。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会觉得订阅 ChatGPT 反而是一个没有这么好的一个选择。当然，你问我，其实到了今天，你只要有去订阅，肯定都是好过你去使用免费有的一个模型的。如果你有去订阅 ChatGPT， 其实也很足够让你使用蛮多的东西的。但是如果我们单从性价比或者单从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会觉得 Gemini 或者是 Claude 会是更加合适的一个选择。那最后呢，如果你是有这个预算能够订阅超过一个软体的话呢，我会觉得最适合的方式是你应该去选择一个原生的 App， 配上一些其他的工具。像我自己的选择的就是我会有订阅 Gemini， 我会把所有 Google 的东西都有拿下，然后再来呢，我也会去订阅 Claude， 就是因为我想要使用它Cowork的能力嘛，对我来说这个是under特定的工具的这一个行列里面，它可能就不再是为了原生 APP 去订阅，而是为了它能够去使用电脑的这个能力去订阅它。然后那另外呢，像 Perplexity 也是我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因为它能够帮我更快的找到资料。实际上在 Perplexity 出来之后，我发现到我其实用 Gemini 那个次数非常非常的少，因为我在 Perplexity 里面呢，我能够直接使用 Gemini 的模型，我也能够直接使用最近推出的 ChatGPT 5.4的这个模型，所以我订阅一个 Perplexity， 我就能够使用各家的一些模型，这一个已经是非常强悍的一个能力。当然 Perplexity 最主要的用途还是在于找寻资料，但像是一些基本的问答，我基本上
上我每次遇到的所有的问题，我都会在 Perplexity 里面去问他，所以你就会发现到我也不一定需要用到 ChatGPT 的这个聊天界面去问，因为他可能给的答案还不是那么准确。当然，如果你说去做思考，可能它会更强。但我觉得 Perplexity 因为能够调用模型的能力，同时间加上最快最强的上网这个搜索的这个能力，其实它给你的答案肯定也不差。所以我觉得 Perplexity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前提是你必须先有一个原生的 APP 的一个订阅，因为那个原生的 APP 可能是更加重要的，能够让你做到一些其他的东西。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工具，比如说我之前分享过的 Typeless 或者是 Notion，这些都是解决某一个特定场景的一些 AI 工具，那它背后都是能够调用一些特定的一些模型，甚至是像 Notion 的话，你都已经能够调用最新的 ChatGPT 模型，也就是说，所有最新的模型，不管它是哪一家厂商，当它推出的时候呢，你都可能在 Notion 可以直接找到，直接开始去使用。那我为什么还要去订阅原生的 APP？所以这一个就是我今天的一个结论。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分享，希望能够让大家明白到，就是现在的 AI 版图其实是不断的在变化，我们也很期待到底未来会继续的怎么去走下去，也真的是每过几个月我的这个订阅方案就会有所调整，所以让我们持续的在这个 AI 道路上面一起持续的学习。那这个就是我今天的一些分享，那我们就下个星期再见，谢谢大家，拜拜。